大唐武德9年，继位伊始的唐太宗曾经说过：“王者视四海如一家，风雨之内皆朕赤子。”20年后，贞观21年，他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那么问题来了，封建时代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到底应不应该将其他民族视为自己的子民呢？其实，视夷狄为赤子，并非李世民的原创，而是由五胡十六国时代一个伟大又悲情的帝王苻坚所说的。公元370年冬天，前秦尚书令王猛3个月灭亡了比自己大6倍的燕国，使得前秦从龟缩关中一隅的地方性政权一跃成为雄居北方的庞大帝国。作为一族的君主，秦王苻坚对此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果断地将前燕的上层建筑，包括王宫、百官在内的4万多户的鲜卑贵族，以及豪强、地主、杂户统帅等大户15万，打包迁居前秦首都长安附近看管起来。可以说，到此为止，苻坚的这个措施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牵扯到胸怀天下这个问题，苻坚就会变得非常的执拗。本来前燕灭国，前燕统治阶级丧失地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苻坚前脚把慕容鲜卑俘虏，后脚又赦免了他们，还大肆任命前燕旧臣，例如废皇帝慕容伟为新兴侯，太傅慕容平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其他前燕大臣当中，做尚书、太守、将军的也不胜枚举。总之，前秦虽然灭了前燕，但并没有消灭前燕的统治阶级慕容氏。当然，对于苻坚来说，他的这种做法是有着理论基础的。圣人早就说过天下混一，朕如果不能感化相信这些蛮夷，又怎么能宾服四海呢？事实上，苻坚这样想也不算错。作为君主，人才工作是最核心的任务之一，即在天下寻找能治国理政的大才，然后吸引到自己国家，再令他们在合适的位置上执掌一方政务。这便是古人所说的选贤任能的本质含义。所以，就当皇帝这件事儿来说，别的君主都是征服类的游戏，例如文明、骑马与砍杀，而苻坚玩的是搜集抓怪类游戏，例如宝可梦。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对前燕政策的一致性，天王苻坚特地将关东6州的后续事务也全部交给了王猛，任命他为史持节、都督关东6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城、进爵清河郡侯。简单来说，前秦中央已经决定了，就由你王猛来当关东地区的第一书记。当然，王猛是没有什么心情庆祝自己再次晋升的。在他心中，关东地区1000万人骤然更换行政系统，其中不知道有多少的麻烦和隐患。为了确保大秦的统治思想能在关东落地，王猛在对燕国政务进行梳理的同时，特地派出绣衣使者巡视燕国全境，重点观察燕国就地的风俗民情，劝克百姓务农耕桑。此外，赈恤贫困、收葬死者、表彰节义也都是此次巡视的题中之意。最关键的是，一旦发现前燕的政令有不利于百姓的，全部都加以修改或废除。其实，早在汉武帝元鼎2年的时候，历史上最早的特务机构绣衣使者就出现了。那个时候，他们身穿绣衣，手持节杖、虎符，四处巡视督察，发现不法之事，可立即带天子处置。后来，由于绣衣使者成了皇权拓展的一把利剑，因而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了。除了巡视四方、督察百官以外，还可以治狱、讨监，也就是拥有了司法权和执法权，甚至还能调动军队直接参与战争，如平叛、捕贼等等。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巫蛊之祸的视频，其罪魁祸首江冲在这场大案中的身份就是绣衣使者。好了，话说回来，有赖于苻坚、王猛这对君臣雷厉风行的改革，因战争而稍显动荡的关东6州很快就平稳了下来，成为了大秦治下的一片乐土。而在苻坚仁政和王猛务实思想的指导之下，前秦帝国很快就成为了五胡十六国的一个另类。它地域广大，人口富足，政治安定，军事强大，丝毫没有一丁点乱世那种政权衰败混乱的样子。可想而知，这样一个积蓄了蓬勃力量的政权，很快就会去跃跃欲试地回答那个古老的政治命题：六合混一，一匡天下。而正当苻坚四处找对手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跳了出来，它就是仇池。仇池国是由甘肃清水的杨氏所建立的。杨氏是氐人，一直以来都生活在略阳郡附近。早在汉末三国的时候，杨氏的首领人物就曾经深度介入到中原的战局之中。当杨千万做这支部落的首领的时候，其部众发展到了10000余户，也就是有人口4-5万人。此时，大汉朝廷封杨千万为百顷堤王，看字面意思就可以知道，当时杨氏的地盘大约就是百顷。到了建安16年，公元211年，曹操和马超准备开战，敌人杨氏坚定地追随马超集团，并毫无意外地被曹老板一波击溃。
随后其部众只能被迫逃亡，迁居到天水、南安附近生活。西晋惠帝元康6年（公元296年），关陇地区爆发了齐万年起义，声势浩大，势不可挡。此时，趁着晋军与齐万年对峙的时机，杨氏新一代的首领杨茂搜集结了约4000户兵力，趁各方都不注意，以迅雷之势打回了老家，最终在仇池山附近建立了根据地，并自称辅国将军右贤王。又过了没多久，西晋即将崩溃灭亡，为了拉拢其他仇池的力量与匈奴汉国作战，西晋政府正式加封杨茂搜为骠骑将军、左贤王。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仇池国开国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英雄也是时代创造的英雄。身处西晋行将崩溃、五胡四面出击的时代，狄仁杨氏借助仇池山地处偏远、易守难攻的地利，以及水源充足、利于农耕的便利，小心翼翼又不受威胁地发展着。当汉、匈、羯、羌大打出手的时候，仇池竟然因势力微小而没有被任何对手盯上，反而慢慢地茁壮成长了起来。从296年开国开始，虽然也曾经遭遇过来自成汉和后赵的进攻，但仇池国始终都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一时间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较好的避难之处。不过，仇池的好日子并非来源于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而是因为那些强大的对手们正忙着打生打死，无暇顾及。等到中原地区一旦角逐出强者来，那仇池岁月静好的美梦就走到尽头了。此外，当中原逐渐角逐出王者的同时，仇池本身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两晋南北朝的经典曲目宗室内斗与造反夺权的漩涡当中。简单过一下，公元337年，杨初杀死时任领袖杨毅，开启夺权统治。355年，杨毅的弟弟杨宋奴指使杨毅的外甥梁氏王刺杀杨初，紧接着杨初的儿子杨国又杀杨宋奴、梁氏王。不到1年，杨国又被他的叔叔杨俊所杀。杨国的儿子杨安死里逃生，投奔了前秦。杨俊死之后，仇池公传给长子杨氏，之后又传位给孙子杨纂。杨纂一上台，他的弟弟杨统又不服，再次起兵夺权，火并。当仇池国在连续30年的时间里经历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的时候，前秦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庞然大物般的帝国。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仇池公杨纂又没玩好左右逢源的把戏，他在向东晋眉来眼去的同时，又非常硬气地宣布要与前秦绝交，这就让早就想吞并仇池的苻坚大为光火。公元371年3月，前秦灭前燕之后4个月，苻坚任命族亲苻雅率领步骑兵7万余人，正式讨伐仇池。仇池杨纂一听前秦来犯，一开始也是打起12分的精神应对，他倾尽全国之兵，发兵5万，在旧峡阻击秦兵，并向东晋方面求援。此时仇池刚刚表态要跟东晋混，所以东晋方面于情于理也得表示一下。于是东晋凉州刺史杨亮派遣了1000余骑兵加入战局。但是很遗憾，无论是仇池的5万大兵，还是东晋1000余骑兵，他们都没有挡住苻雅。苻雅在旧峡一战击杀俘虏杨纂2万人，杨纂只能仓皇逃回大本营。杨纂一逃跑，人心就思动，一看前秦这架势，本来就不服他哥，正跟他哥斗得火热的杨统，直接用脚投票献出武都郡，向前秦投降了。杨纂刚吃了败仗，又听弟弟举城投降，还没缓过劲儿来，自己的大本营里又发生了部将杨密秘密投降前秦，约定里应外合击杀杨纂。短短10几天里，杨纂经历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或许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小国的命运真的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穷途末路之下，他只能学着那些中原的惯例，将自己反手捆绑起来，打开城门，向苻坚和大秦低头叩首乞降。公元371年4月，立国76年，传世9代的仇池国被前燕灭亡。事后，天王苻坚本着招揽英雄、物尽其用的原则，任命刚刚投降的杨纂的弟弟杨统为南秦州刺史，任命更早之前逃亡过来的杨安为都督南秦州诸军事。简单来说，仇池虽然灭国了，但除了死了一个杨纂之外，整个仇池山还是在狄仁杨氏的治理之下。前秦1年之内，又是灭燕又是灭仇池，这种吓人的架势理所当然地震慑着周围的势力。当时在青海西部到四川西部的广大区域里，还生活着一个部落民族，叫做吐谷浑。吐谷浑的开国首领叫做慕容吐谷浑，是大约80到100年前从慕容鲜卑部出走的一支力量。他们在定居于青海附近之后，逐渐自行发展出了一套有别于慕容鲜卑的新的文明。不过大体上来说，此时的吐谷浑仍处于原始部落尽头，即将进入奴隶制和文明社会门槛阶段。当前秦灭亡仇池的时候，吐谷浑的首领是遂西。他虽然非常倾慕汉家文明，勤奋好学，但是性格上过分的仁厚懦弱。遂西一听说前秦攻灭仇池就像游戏一般，
颇感到一阵的胆寒，于是决定主动归顺大秦，献上骏马5000匹，金银各500斤，以示臣服姿态。秦王苻坚按照一贯的风格，笑眯眯地接纳了吐谷浑的归顺，任命遂西为安远将军、强川侯。虽然此时前秦并没有直接在行政上对吐谷浑行使职权，也算不上事实上征服了吐谷浑，但对吐谷浑来说，这毕竟是他们与中原王朝的首次和平交往，对自身的发展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鲜卑的部落也被前秦狠狠地震撼到了，它叫做乞伏部。乞伏部也是一支力量弱小、居住偏远的部落。西晋初年，也就是公元265年的时候，乞伏部只有5000余落人口。到了公元330年前后，中原地区正在上演着二赵大战，乞伏部自知不敌，于是举族迁居到了麦田五湖山附近。此时其部众大约是5万户。等到前秦消灭仇池之后，乞伏部又迁居到了杜鹃山附近，此时其部众大约是8万余落。此时前燕早就有了要吞并凉州、经略西域的意图，乞伏部往杜鹃山这么一堆，恰恰成了能左右前秦与前凉战局的一个棋子。苻坚当然不能容许这样势力的存在，于是乎，仇池战火熄灭后仅半年，苻坚便命令益州刺史王统移动防区，不打任何招呼，直接率军进攻乞伏部。此时，乞伏部的首领是乞伏思凡，他跟仇池的末代君主杨纂一样，觉得自己带下也是一方豪强，觉得自己有实力跟前秦碰一碰，于是他也调集了全部精锐，率领铁骑3万余前去抵抗前秦。此次前秦作战的指挥员是王统，他一见乞伏部摆出不要命的架势，便决定不跟这些野人硬碰硬。于是颇有军事头脑的他，先打出了一张声东击西，佯装与乞伏部正面作战，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然后悄悄暗中派遣军队奇袭乞伏部的后方大营。等到侧翼部队成功绕过正面战场，奔赴到乞伏部所在的杜鹃山之后，王统再打出一张釜底抽薪，对乞伏部留守的后方的官僚、部众、粮草、兵马，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缴获的缴获，致使乞伏思凡余下的5万余落全部被俘虏。后方被攻破的消息传到前线，大大震慑了乞伏部的军队，还没有开打就已经自乱阵脚。乞伏部的各级将士为了保全后方家人，纷纷叛降前秦。事到如此，乞伏思凡遭遇了如杨纂一样的下场，众叛亲离，穷途末路。无奈之下，乞伏思凡也不得不发表获奖感言了。他说道：“我本庸才，志不足以拒敌，德不足以辅众，两军尚未交锋就一败涂地。要是投靠其他部落，他们也必不能容我。如今我只能学着当年的呼韩邪单于，向中原朝廷投降了。”至此，乞伏鲜卑部被前秦灭亡。当然了，咱们的福田王还是一贯的仁德为政，怀柔四夷。他痛快地接纳了乞伏思凡的投降，并且在事后任命他为南单于，留在首都长安做人质，一如当年曹操扣押匈奴南单于不出拳的故事一样。不过，能让苻坚天王礼贤下士、温柔以待的，只有那些已经战败低头的对手。倘若是一时无法应对的敌人，苻坚就没有那么好的脾气了。比如钱粮。钱粮政权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前后，西晋朝廷命官张轨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政权。从西晋崩溃到前秦灭燕的这几十年来，凉州地区都在名义上服从于大晋的管辖，而事实上为独立的割据势力。秦凉两国可谓是恩怨极深。早在367年，王猛就曾经率军讨伐过凉州地区，甚至王猛还在扶罕城下一战斩杀了前凉17000余甲士。可以说，前凉和前秦的关系始终都是苦大仇深，针锋相对。不过，关于前秦和前凉的故事，我们会在后面的吕光西征的视频当中单独讲述。回到当前的时间线，当前秦对仇池和乞伏部用兵之时，苻坚非常忌惮凉州会对前秦的军事行动或从中作梗，或趁机进兵。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苻坚特地派出使者出使凉州，非常严厉地警告凉主张天锡说：“过去你们的先人先后称藩于匈奴和截胡，彼时你们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二赵强大而凉州弱小而已。如今要论凉州的实力，还不如当年，而大秦之强盛则远胜二赵。近来您还公然跟大秦绝交，这恐怕不是凉州的宗庙之福吧？以如今大秦之威，足可以让弱水倒流回祁连山，长江黄河向西而走，可以说是天下无人能挡。而大秦已经平定关东，朕也早就想兴兵河右。平尔凉州仅有的6郡之人，能挡得住大秦王师吗？当年刘表觉得汉南荆州足以自保，而您认为河西一隅可以全身。要朕来说，凶吉在于个人的选择，希望您深思熟虑，自求多福，不要让60相传的大业回到您一人手里。实事求是的讲，
使者传达苻坚的这番言论确实是霸气外露，而且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直指前凉政权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忌惮于前凉的实力和苻坚的声威，梁主张天锡不得不遣使向苻坚谢罪，并被迫抛弃了自己名义上的母国东晋，向前秦称了藩。看到前凉称藩，苻坚赶紧借坡下驴，拜张天锡为史持节、凉州刺史、骠骑大将军等职务。事实上，无论是出言恫吓还是接受称藩，这些都是苻坚的权宜之计。对于前凉，苻坚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灭国。只不过眼前的时机确实不太成熟。一方面，前燕刚被消灭，关东地区尚未巩固，仇池起伏鲜卑的消化吸收还需要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前秦即将对那个龟缩在江南、看起来不堪一击，但又永远干扰着五胡政权合法性的东晋开展作战了。不久前，当前秦进攻仇池的时候，东晋方面不是装模作样的派兵支援吗？现在好了，东晋你也不用那么麻烦，千里请战了，天王即将带着军队去找你了。其实，作为有着明确战略目的的君主，苻坚很早就意识到了南北终极一战的必要性。毕竟，统一天下的最后一步，一定是跨过长江，灭亡东晋。而南下作战，自古以来只有巴蜀、荆州、淮南3个主战场。因此，为了给将来必定会展开南北大战做铺垫，早在灭仇池的5年前，公元366年，前秦就曾经主动进攻过东晋。此时，由王猛带队，杨安、姚常做副手。前秦曾率领2万步骑兵进攻东晋荆州北部区域，王猛挥师一度到达南乡，也就是河南西州和湖北的均县附近，可以说已经站在了桓温的家门口。前秦这次作战的意图，目的在于观信。所谓观信，可以通俗的理解为观察敌人在骚扰的情况下作何反应，本质上是指通过各种手段探查对方的破绽、漏洞，以便更好的找到机会，发动对对方的致命一击。不过，彼时的东晋朝廷，桓温还在，荆州又是桓家的大本营。当前秦稍微露出獠牙的时候，桓温的弟弟东晋荆州刺史桓霍便立即提兵正面应敌。因此，当苻坚王猛发现荆州的防御固若金汤之后，便立即停止了这场战役，撤出荆州地区。而在淮南，前秦方面也有动作。公元369年，桓温兵败方头，元贞占据寿春城造反。前秦方面听说之后，反应亦是非常迅速，即率前将军张好等人率步骑兵2万，急速驰援淮南，准备伺机吞并寿春城。当然了，咱们的桓大司马尽管刚刚遭遇失利，但毕竟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的大元帅。他洞察到前秦方面的意图之后，立即派遣侄子桓石虔、心腹谢安等猛将与淮南地区布防，并在淝水北面一个叫做石桥的地方强势击溃张豪的援军，致使前秦的士卒、战马、粮草几乎损失殆尽。虽然张豪等人在淮南的失利只能算是一场小的挫折，对大局造不成什么重要影响，但这样一来，苻坚南下的突破口就非常清晰了。由于淮南地区毗邻东晋首都，是整个东晋的防务重点，因此很难突破。由于荆州区域是桓家的大本营，桓霍、桓冲都是人杰，所以亦难突破。所以唯一的突破口就只剩下一个巴蜀地区了。毕竟当年晋武帝灭吴，就是从蜀地顺流而下，6路大军直扑长江全线，才一战定天下的。正如苻坚预判的那样，巴蜀地区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南下切入口，毕竟此处30年来一直都没有消停过。在两晋16国时代，巴蜀区域可以统称为梁益二州。在两晋42期里，我们曾经说过，公元346年，桓温率水军长驱2000里，一战奇袭，灭亡成汉。从此，巴蜀再次回归东晋怀抱。但益州回到东晋，并没有在事实上改变此处一如既往的矛盾重重。首先，早在成汉帝国的后期，当时的皇帝李特就荒淫无道、性多猜疑，使得成汉内部积压了种种问题。等到桓温灭蜀之后，虽然在军事上成功的推翻了成汉，但在政治上，东晋却并未加以梳理，反而是继续任用原有的世家大族，任命汝南名门周府为新的益州刺史。可是周家就是那种典型的贪婪剥削的地主阶级，周府本人每表现为杀戮异己、侵人宅田、剽掠于道。周府的侄子周仲道也是魔头一个，被史书形容为在州贪暴，人不堪命。当益州的阶级矛盾尖锐的同时，凉州也没好到哪儿去。凉州的一把手是东晋济南王司马勋，此人更是残暴。他执政的基本风格就是为政暴酷，一旦下属和百姓有一丁点忤逆他的意思，他就立刻拔刀亲手削斩之。整个凉州百姓一提到他，那就是患其凶虐。这还没有完，凉州和益州还梦幻联动了一把。公元365年，
益州的州府刚刚病逝，司马勋就带兵进入益州，意图割据，准备效仿当年钟会邓艾的故事。当梁益二州在各种矛盾加持下岌岌可危之时，恰好遭逢东晋大司马桓温逝世。当初桓温兵败回到江南之后，又是废立皇帝，又是讨要酒席，这种大新闻理所应当的震动了苻坚。彼时苻坚再次非常熟练的引经据典，并锐评道：桓温这是怒其事而作色于父，意思是在家生老婆的气却不能发作，只能给自己的老父亲甩脸色。如今桓大司马已经随着历史去了，东晋朝廷必然会为了争夺他的政治遗产而大打出手。此时正是东晋逃不顾尾，无暇顾及巴蜀的时刻。最好巧不巧的是，在桓温去世而引发整个东晋震荡的关键时刻，东晋的凉州地方长官杨亮竟然不知进退，选择在这个时候给不久前灭国的仇齿找回场子。他居然发兵偷袭了前秦。当然，这种小规模的偷袭肯定不会起到什么效果。前秦方面不仅击退了偷袭，反而因为一路追击杨亮太过于凶猛，致使出现了东晋部队崩溃，杨亮本人仓皇出逃，凉州地方守将纷纷震动的局面。本来一场小的反击战实在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敏锐的苻坚收到凉州消息之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挺进巴蜀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当机立断，马上决策挥师南下，借仇齿的地利直扑汉中，准备夺取东晋梁益二州。公元373年10月，前秦发兵2万攻汉中，发兵3万攻剑阁。东晋方面，那个被击溃的凉州刺史杨亮还在努力应对局面，只可惜他所拥有的兵力远逊色于前秦，面对大军压境，他也只能聚拢周边的少数胡人武装万余人试图抵抗。但毕竟前秦是从北方杀出来的百战之师，杨亮在青谷一战再次大败，再次只身逃往西城。杨亮这一走，整个汉中平原就失去了主心骨，前秦军队则顺势攻占汉中。这样一来，进入巴蜀的唯一关隘就只剩下了最后一道天险——剑阁。当年钟会邓艾攻蜀，姜维在剑阁驻防，逼得邓艾只能偷偷渡阴平，玩命跳悬崖。如今虽然前秦占据了关中，但只要牢牢守住剑阁，东晋方面也还是有一战的能力的。但谁能想得到，面对大军压境，东晋梓潼太守周萧最关心的竟然是老婆孩子和金银细软。当前秦在一日千里南下之时，他竟然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兵力分出来数千有余，护送父母和家产叔叔。这一分兵就使得本应防住的力量变得更加的薄弱，薄弱到甚至连剑阁的防守都不能完成。大聪明周萧先生没办法，只能全力防守涪城，从而致使剑阁天险又被前秦轻松攻克。剑阁被攻克，意味着进入巴蜀的通道已经彻底打开，沿途几乎没有能再次抵抗的可能。而就在此时，周萧的父母老婆也被前秦骑兵追赶并俘虏。事已至此，周萧便先理得的以孝道的名义举城投降了。面对蜀地的惊天变局，荆州刺史桓获大惊失色，急忙派遣部将向巴蜀挺进。只可惜这些人有的战死沙场，有的隔江观望，有的垂头丧气，都未能在事实上对蜀地战局产生什么影响。随后前秦全速出击，急速占领了成都，彻底控制住巴蜀地区。短短1个半月时间，前秦就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东晋的梁益二州，也控制住了整个长江的上游地带，几乎复刻了当年晋武帝灭吴前的历史局面。可以说，前秦对东晋的军事对比已经隐隐有了泰山压顶的态势了。当苻坚天王四面出击横扫对手的时候，在前秦的中央很长一段时间里却都过着风平浪静的美好生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让人分心的大事，以至于唯一能算得上大新闻的是关于慕容氏的2则小道消息。第一条消息是公元372年，前燕旧有的统治阶级们又开始内斗了。我们知道内斗是慕容鲜卑氏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这不都已经亡国了，慕容氏和慕容平俩人还是不对付，还是想置对方于死地。这一次主动出击的是慕容垂，他奏请天王苻坚说，慕容平这人从来都是坏种一个，是燕国最大的混乱分子，臣建议天王先把此人给杀了，不要再让他污染大秦朝廷。非常难得的是，苻坚竟然听取了这条意见。虽然他没有诛杀慕容平，但却再次将前燕的统治阶层打得更散，迁居到了更为偏远的地方，牧马放羊。此事之后，第2个新闻同样是关于慕容垂的，不过在这条新闻里，主角却变成了苻坚。公元374年冬天，朝堂上兴起了一股劝杀慕容氏的风潮，包括秘书监、太史令、宗室亲王等多个大臣都建议要杀掉慕容氏的统治阶级。苻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大家的建议，甚至还说了一句震烁古今的话。他说，朕正要混6合为一家，视4方蛮夷为赤子，你们说的慕容氏这个问题，朕早就考虑过了。只要朕明德修身，内求诸己，
感化万物，就一定会天下大同，根本不会出现你们想的那种情况。我们不知道苻坚到底是念经念傻了，还是真的怀有这样的伟大理念，但可以确认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苻坚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将各类蛮夷都视作需要关怀和保护的孩子，给予了这些民族以极大的尊重和包容，展示出了超越时代的人性光芒。当然，苻坚也有在这方面欺负人的时候，比如说在兴起劝杀慕容风潮的这年的年底，苻坚正陷入到一桩桃色丑闻当中。原来他竟然霸占了慕容垂的老婆小段夫人，而且还丝毫不避讳地与之约会，以至于闹得满城风雨，最终惹得秘书侍郎只能用编顺口溜来劝谏他。不过整体上来看，此时的前秦依然是全面的正向发展，前秦展示出中央稳固、四夷宾服、国力强盛的欣欣向荣姿态。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之下，苻坚才有心情搞桃色新闻。然而当一切都如梦幻般美好的时候，一个曾经影响了前秦命运的人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丞相王猛快不行了。或许心细的小伙伴发现了，自从灭燕之后，在四处征战的记录上就再也不见王猛的身影。事实上，此时的王猛并不是退居二线了，反而要比他之前更忙。灭燕之后，王猛一人挑起关东六州。当苻坚因为打猎而流连忘返的时候，王猛正在关东废除苛政，锻炼官僚队伍，安抚民生。等到好不容易将关东稳定下来之后，王猛又马不停蹄地回到首都，全面接手前秦的大小工作。公元372年6月，王猛升任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至于以前的职位，诸如特进、常侍、持节、将军、侯爵等，则继续担任。到了8月，王猛再加军权，加封都督中外诸军事。等于说到此为止，王猛一人要承担起前秦的中央政务、军队、首都特区和改革事业上的全部责任。王猛当然也曾反复向苻坚请辞，恳请卸下一些责任给其他人，但天王每次都会不加思索的拒绝，甚至还一度推心置腹的说：“老王啊，您不能推辞丞相，就像我不能推辞天下一样。”就这样，王猛做了全天下的宰相，而天王苻坚却只需要做王猛一人的领导。他每天快乐工作，快活度日，以至于常常感慨地说：“老王啊，你夙兴夜寐，日理万机，我拥有你，似乎正对应了古人所说的周文王得姜太公，这样才能让我悠游以度日啊。要我说，即便是太公也比不上你。”然而在无休无止的工作和日复一日的操劳之下，王猛的生命逐渐被前秦的各项事业所耗尽。公元375年夏天，王猛突然一病不起。眼见王猛病倒，苻坚确实慌了。为了将此生最重要的人挽救回来，他不顾帝王之尊，亲自为王猛祈福。1个月内不辞辛劳地接连举办了4场法事，又专门派遣使者奔赴华山、黄河，祈求山川神灵保佑王猛渡过难关。等到王猛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苻坚非常开心，还特地大赦死刑犯，用以给王猛加仁德。只不过王猛本人知道自己确实是时无多了，甚至还有理智。王猛向他呵护了一生的天王上了最后一道奏书。他说：“近来听闻，陛下为了臣，竟然损害了天地之德，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回报恩德，莫过于直言进谏。我的生命即将结束，临终前再向陛下进献最后的忠诚。陛下的威德震动八荒，声望教化可谓是照耀天地。华夏9州100郡，我们已得7/10，平定燕蜀，犹如捡拾草芥。古人有言：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因此古代的圣王贤君们都知道建功立业的艰难，无不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兢兢业业。臣希望陛下能够追随前代圣人的脚步，如此则天下幸甚。实在，当苻坚看到奏书的时候，瞬间泪奔，不能自已。然而即便天王损失天地之德，也还是没有能让王猛好转。到了7月，王猛病笃，苻坚亲自到王猛家来探望，并询问身后之事。王猛留下遗言说：“晋朝虽然偏居江南，但他是华夏正朔，如今他们天下一心，安定和睦。臣死之后，希望陛下不要以晋为徒。相反，大秦真正的敌人是鲜卑人和羌人，他们早晚会成为我们的祸患，应该逐步将之剪除，才能使社稷永固啊！”说完这话，王猛便溘然长逝了，享年51岁。王猛逝世后，在相关部门装殓王猛遗体的时候，苻坚曾反复3次前往，每一次都哭得肝肠寸断。动容之时，他不禁痛苦地质问太子苻弘说：“这难道是天不欲我一统天下吗？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景略？”之后
前秦依照当年汉朝大将军霍光的旧例安葬王猛，即以皇帝级别的礼仪下葬，并将其陵寝安葬于苻坚的陵园旁边，以示万年陪伴。至此，前秦传奇宰相王猛的故事就走到了尾声。按照惯例，盖棺而定论，所以视频的最后，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也就是王猛的遗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王猛还能写字给苻坚上书的时候，他就委婉地劝谏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希望天王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像古人一样兢兢业业。这实际上是在提醒苻坚，一路以来他的胜利实在是太容易了。大秦在短短20年有如此的成就，已经非常难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善始善终，而不是着急忙慌的在动什么更大的心思。等到王猛临终之时，他更是把话挑明了说，指出东晋是汉家文明的旗帜，而且目前整体上非常团结，绝对不是像仇齿、乞伏先辈那样可以轻易消灭的对手。更何况前秦雄居北国，看似强大，但其内部以民族问题为首的其他各类问题尖锐而复杂，急需大智慧、大勇气加以梳理、调整、消化。倘若坐视不理，又或者故意忽视，那么一定会发展成终为人患。可以说，王猛在去世前就已经看到了前秦7寸命脉所在，也看到了不成熟的君主和他心中那些蓬勃的欲望。王猛事实上是在内心充满了痛苦和不甘的境地之下，无奈撒手人寰的。那么，王猛不让苻坚以晋为徒，是因为他是汉人而爱惜母国吗？我想不是，毕竟近10年来，前秦多次对东晋动武，其中都有王猛指挥协调的身影。更有甚者，在入侵荆州关信之时，还是王猛亲自带队攻打东晋。在战后，王猛也是毫不客气地掠夺了1万多人口，返回关中。可以说，与其认为王猛是在情感上不愿意进攻东晋，不如说是因为在客观条件上，前秦南下远未达到摧枯拉朽的地步。与其吃夹生饭，不如先稳扎稳打。最后，我们用一则小故事来给王猛做一个总结。王猛病逝后7年，公元382年，前秦发动了一场小的叛乱，东海王扶阳、员外散骑侍郎王丕、尚书郎周彪等人谋反。事情泄露之后，这几个人被有关部门下了大狱。苻坚对此感到非常的奇怪，便挨个问他们为何造反。其中那个叫王丕的态度最是恶劣，他振振有词地说：家父兢兢业业，辅佐天王，辅佐大秦，官至大秦丞相，可您看我要官没官，要钱没钱，我造反无非是想图个荣华富贵罢了。苻坚长叹一声，说道：当年令尊临终之时，专门嘱托过我，说是给你10具牛车作为打理耕田的资本。他当年并没有为你求官，如今看来，知子莫若父，你父亲还是英明啊。这个王丕就是王猛的儿子。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他洞察人性，谙熟政治，手段圆滑，目光老辣，能力非凡，还无欲无求。即便是最情理之中的为儿孙计，他们也没有意愿去操持。这样的人物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天下而降临的。他们孤零零地从历史深处走来，虽然看透世事，但却又始终积极进取。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事业上百发百中，成为引领一个时代的宛如神明的杰出的政治家。当然，最终这样的人又会孤零零地走向历史深处，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王猛就是这样一个人。